曹雪芹家族因何事而家道中落。《红楼梦》这部被誉为4大名著之一的文学巨作，是曹雪芹一生的心血结晶。此书不仅反映了曹雪芹的人生观，更可谓是他人生经历的缩影。在书中，贾府的衰败与现实的曹家命运是如出一辙，他们皆因得罪帝王而走向没落。曹家的荣耀始于曹雪芹的祖父曹玺。曹玺原为包衣奴才，出身卑微，但因为机缘巧合，他由多尔衮的仆人转变为顺治帝的近臣。他勤勉忠诚，深得皇帝信赖，被提拔至内务府，这也为曹家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。1654年，曹玺的夫人孙氏有幸被选为康熙的奶妈，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得曹家与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。可是正是这种与皇室的深厚关系，也为曹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。顺治帝看到儿子在孙氏的照顾之下茁壮成长，心中甚是欢喜。他无法直接提拔孙氏，于是慷慨地赐予孙氏的丈夫曹玺内务府营膳司郎的职位。从此曹家开始步入了富贵之路。而康熙继位之后，为了回馈乳母孙氏的养育之恩，他赐予曹玺江宁织造的职位。这江宁织造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肥差，这个职位表面上是负责为皇室采购衣物的，但实际上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，并且兼具官职和商人的双重身份。这就使得曹玺在替皇帝办事的同时，也能从中为自己获取丰厚的利益。可是正如古语所说，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当一个家族达到辉煌的顶峰，往往也预示着其即将走向衰败，曹家亦是如此。曹家衰败的理由说起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，其中的一个原因竟然是康熙帝频繁造访曹家。在古代，皇帝驾临固然是莫大的荣幸，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。曹家为了接待皇帝，每次都要耗费巨资来修缮府邸，甚至专门为皇帝建造园林，每次的花费都达数百万两银子。长此以往，曹家的财力也逐渐地被消耗殆尽了。虽然曹家已经步入了衰败之路，但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家中的经济环境仍然远非寻常百姓所能比拟。经济上的亏空只是曹家衰败的导火索而已，真正致命的是曹家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误。康熙晚年九子夺嫡，而曹家站错了队，他们站在了太子和八阿哥这边，他们认为八阿哥才是皇位的最佳继承人。然而历史却最终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，胜出的是雍正皇帝。在这场残酷的权力游戏当中，站错队就意味着满盘皆输。对于曹家来说，这个错误是致命的，它彻底地断送了家族翻身的可能性。从那以后，一道道冷酷无情的圣旨接踵而至，一次次严厉的惩罚让曹家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雍正皇帝以管理不当、中饱私囊等理由罢免了曹家所有官职，下令抄家并流放，曹家的显赫地位就在一瞬间土崩瓦解。那个时候的曹雪芹仅仅是个12岁的孩子，他目睹了整个家族从繁荣到衰败，从夜夜笙歌到身陷囹圄。若非是雍正皇帝后来心生怜悯，为曹家留下了一处住所，或许曹雪芹根本无法存活到创作《红楼梦》的那一刻。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，他的作品往往越能触动人心。曹雪芹正是在历经了人的悲欢离合，洞察世间百态之后，才铸就了《红楼梦》这部传世之作。
他的文字之所以厚重，笔触之所以细腻，都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过那些沉痛的苦难与欢乐。虽然曹公已离世，但他的《红楼梦》将会永远流传于世，其中的道理和智慧也将永远被世人铭记。